那么今天上午的第二支票，我们来说一说港股的京东物流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想了解一下后期整体走势，以及有没有机会参与这个波段上涨行情。那么这里我先说一下结论吧。从长期走势来看，京东物流的之前的超级熊市已经结束，从这个相对低位也是出现了第一次的反弹。那么目前是处于一个二次回撤的这样一个筑底阶段。其实在这个筑底最后结束之后呢，那么后期是存在这个向上的一个中线波段走势的，但是以上的走势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周线图。好，下来我们步入正题，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它已经长期见底为什么后期向上的空间会比较大。其实这只港股整体上市的时间它不是很长，2021年的5月份到现在的话，也就是4年时间。在这4年时间里面，它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完成了一个超级下跌走势最高点是在 48.15， 最低点是出现在24年的2月份低点是 6.61。 在这一轮下跌里面，它整体体现的是一个下跌五浪结构，1、2、3、4、5。那这个下跌五浪走势结束了，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那么紧随其后的就是会是一个 ABC 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借用黄金分割看一下，当前的第一笔反弹走出了一个三波的一个形态走出了一个三波形态。这个三波形态它是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236 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此处有没有可能发展成引导？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基本上没可能。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次反弹的高点大概是17港币左右向下的回撤，它整体的用时它是远远超过了之前24年5月20号到这个8月5号这大概也就是2个多月时间的一个调整周期。如果是引导楔形的话，它按理来说是应该直接从这个低点结束之后就再次创出新高，那说明当前这个位置它就不是引导。既然不是引导，那说明之前的第一波反弹它就是三波一个反弹形态。那将这三波合并完，那之后呢，我们先看它是一个 A 浪反弹结束，展开了向下的这个回撤整理回撤调整。那么这个三波的一个调整形态，我们暂时看作是一个 B， 那也就意味着此处是存在二次筑底结束，向上走出这个 C 浪的向上走出 C 浪的，可能后期的 C 浪走势整体幅度它会比较高比较高，因为毕竟连最低的这个预期要求 0.382， 也就是 22.40这个位置还没有摸到，所以它整体的上涨空间包括幅度来说的话都是比较大的。这是目前一种比较乐观的一种看法。那按照乐观的这种形态走势的话，那么我们在更小级别里面去看一看它短期的一个支撑在哪里这里再说一点，刚才所说的 A 现在目前处于 B， 那么同样我们要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看到了此处的三波调整回撤它是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就是 10.80 附近。那么这一次调整无论从幅度上来说还是从时间跨度上来说都比较充分。那么当前我们也说了，如果这里现在是处于这个 C 浪的一个初期，比如 C1 浪，那么当前我们就是要通过更小周期的黄金分割划分，看一看短期的支撑和多空节点在哪里。那么短期的支撑大致是位于 11.80 到 11.40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区域，因为同时它也是和之前这个日线图的一个震荡区间下沿基本上是重叠的那下方的更低的位置防守位置，那么可能短期我们就会看到 0.764 这个位置也就是 10.90， 以小止损不到1港币的这样一个小止损去博取上方一个较大的一个收益，这样的操作它也是符合盈亏比这个盈亏比的。好，这是目前比较乐观的一种看法。还有一种相对极端的走势，也就是说目前这个下跌调整 B 浪它并没有运行完毕，之前的走势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双重三浪这是个 B 浪，但是极端情况下这个双重三浪也有可能会发展成三重三浪，也有可能会发展成像现在我所画出的
延续这个黑色段走势，它也有可能会走出这个3重三浪的走势。那届时它会回撤到更低的一个位置，同时它也会触及到黄金分割或者接近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这个短期支撑它是位于9块。如果按照第二种相对悲观的预期，那运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可能需要等待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每一次它的调整用时第一次是用了52个交易日，第二次用时相对能短一些，但是也用了21个交易日。那从现在算起来的话，如果是21个交易日的话，那至少也是在1个月以后才会中期见底，然后完成这个所谓的深幅回撤的这个大 B 浪。届时等这个 B 浪结束之后，才有可能重新启动这个新一轮的上涨C 浪五波。所以当前中长期我们是看好这个形态的看好这个筑底形态的。但是短期走势存在2种预期，此处的 B 浪调整到底是双重三浪还是3重三浪，需要等待市场的验证。但是为了害怕错失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是选择在上方的最近的一个压力位先试一次，以小仓位清仓先试一次止损也比较小。如果第一次失败，那么我们必然是要赶紧离场不要让自己的浮亏无限放大。我们去等待第二个位置，重新再考虑建仓进场。好，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整体的波浪结构形态。那从这个周线级别，我们再说一下另外一种结构划分。其实当前的这种走势它是一个所谓的疑似头肩底的一个形态。这是上方的颈线，这是大致的一个肩线，左肩头部，右肩开始构筑右肩，对吧？右肩构筑上方，顶到颈线位，可能是在上破颈线之前先调整一下再突破，也或者是突破颈线之后再出现回踩再次上涨。所以两种走势它都是同时存在的，包括这个底部这个头肩底的这个形态。那最后我们就是看一下后期整体上方的一个目标位，如果突破这个颈线位，大致是位于 16.60 到这个18这个区域，颈线位 16.60 到18这个压力区域，那么上方后期将会直接看到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也就是 22.40， 甚至于更高，可以看到 50% 以上的位置，也就是27。所以以上的目标位压力目标位也是逐级上看。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比较好的品种，可以继续给咱们留言。我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那好，通过刚才我们这些梳理，那我们大致知道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它是处于这个 B 浪的调整的一个向 C 浪转折的一个末端，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 B 浪向下调整会走成3重三浪，可能还会有个新低出现。但是为了以防我们错失后面的波段上涨行情，我们可以考虑按照第一种乐观的方式先操作一次，如果被止损，我们再考虑第二个位置，重新再等待第二个位置建仓。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